话说南北朝时期，西魏大统7年6月13这一天夜里，弘农华阴县的一个大户人家出生了一个异人。这孩子降生在平邑般若寺，出生当天是紫气冲庭，异香满室，人们都认为这是个祥兆。当时有一个法号智仙的尼姑也住在般若寺，看到这个孩子就说：“此儿所从来甚异，不异于俗间抚育。”说这孩子生来与众不同，不能在俗间养育。为了给爱子驱灾延福，这孩子的爹娘由此将孩子托付给了尼姑智仙，并舍宅为寺，供智仙居住。说有这么一天，孩子的母亲吕氏思子心切，于是趁着智仙不在，悄悄溜进佛寺前来探视。他刚刚把孩子抱在怀里端详，忽见小婴儿头上生角，遍体生鳞，吓得吕氏妈呀一声，把孩子脱了手，摔到了地上。这时刚好智仙从外而入，赶忙抱起孩子，轻轻安抚，并责备吕氏说：“你这一惊吓，将令他晚得天下好几年。”这孩子的父亲姓杨名忠，是当时西魏的12大将军之一，官拜大都督隋国公。我说到这儿，您一定猜到了，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大隋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感谢您收看《烽火照东南》，这是悠悠南北朝系列视频的第22期。片中内容全部取材自官修正史，每周在油管 B 站公众号同步更新，喜欢别忘了点击订阅或者关注，以防迷路。之前玉体横陈那期视频，咱们讲到周武帝宇文邕亲率大军灭掉了北齐，关陇中原地区重新统一，北周一下多了50个州，162个郡，国力、民力、兵力盛极一时。毫不夸张地说，周武帝当时是完全有实力进一步一统华夏的。可是世事难料，历史的进程很快又出现了大转折。那么究竟这个期间又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杨坚一个外姓人又是怎样一步步收割了宇文氏胜利果实的呢？别走开，且听我一一道来。周武帝灭齐后，为了安抚人心，大量选用山东人才，放免杂户和奴婢为良民，废除晋阳公室和六府，追封胡律光、崔继书等被冤杀的齐臣，官爵谥号。这一系列的政策推行得当，使得关东局势自打被征服之后大体趋于平稳。除了高绍义逃入突厥，高保宁割据辽西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反抗。由此，周武帝宇文邕更加节己爱民，亲贤远佞，殷殷求治，国家日渐强盛，百姓安居乐业。此时远在南方的陈宣帝陈顼在得知北周灭齐的消息以后，一直心有不甘。本来说好的周陈合纵伐齐，结果却是北周一家独大。于是就在北周灭齐的当年冬天，陈顼不顾大臣反对，以吴明彻为帅，统领诸军再度北伐，想要在北周立足未稳之际攻取徐兖等地。宇文邕当即派出隋国公杨坚去镇守南兖州，派心腹爱将王轨救援徐州。当时的陈军完全依靠水路输送给养。王轨选择避其锋芒，直接插入到陈军后方，在淮口竖起木山，横缠铁索，上灌车轮，并在岸边筑城，堵死了陈军退路。这一战最终俘斩陈军将士3万余人，主帅吴明彻被生擒活捉。南陈自此元气大伤，再也没有了与北周争夺天下的实力。平突厥，定江南，12年间必是天下一统，这是宇文邕在打跑陈军后所下定的决心。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老天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宣政元年5月，怀揣着统一梦想的周武帝再度御驾亲征，武道巨入，北伐突厥。然而天不假年，他刚一出发就突生重病，不得不停止北伐，急召宗师宇文孝伯来见。宇文邕拉着宇文孝伯的手说：“我已时日无多，后事就全托付给你了。”随后任命宇文孝伯总领宿卫禁军，又命他快马加鞭赶回长安，以防不测。6月初1这一天，在回京路上的剩余之中，周武帝宇文邕突然病危，当天夜里喘了几口粗气就不行了。年仅36岁的宇文邕带着他的毕生理想与世长辞，将一个正在崛起的北周留给了他的儿子宇文赟。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周武帝宇文邕都算得上是个明君。他勤政爱民，持身慎俭，为北周的强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他身上的这些优点却一点儿也没遗传给太子宇文赟。宇文邕一共有7个儿子，这宇文赟呢，作为储君，从小性格顽劣，生性好色。宇文邕生前对他的管教是极为严格的，不听话就棍棒伺候，希望他这个长子可以乘龙化凤。为此，宇文邕任命自己最信任的老朋友宇文孝伯和尉迟胤担任太子的官正，也就是老师。由于害怕父亲的责罚，宇文赟从小就磨练演技，将自己的好恶全部隐藏起来。为了能够对儿子的情况了如指掌，宇文邕经常找他的2位老师询问情况。说有这么一次，他找到宇文孝伯问说：“我儿近日见长进否？”宇文孝伯含蓄回答：“皇太子惧怕天威，没有过失。”宇文邕听后非常开心，以为太子是改邪归正了。一旁试验的王轨假装喝多了，捋着周武帝的胡须说：“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宇文邕听后十分生气，当即命令撤席，马上找宇文孝伯进宫责问。不想宇文孝伯却回答他：“父子至亲，人所难言。陛下既然不能忍痛割爱，我也只能言尽于此了。”宇文邕听后跟大多数学渣家长一样，是沉默不语。良久才对宇文孝伯说：“朕以委公矣，公其免之。”那意思就是让宇文孝伯对宇文赟多加规谏，能辅佐一点是一点吧。就是这么个劣等生，成为了北周新任帝王。可以想象北周的命运将会如何。宇文邕在回长安途中驾崩后，太子宇文赟出城迎师，入殓之后，他便顺利继承了皇位。这一年他刚满20岁，是为周宣帝。对于父亲的死，宇文赟是一点也不伤心。他抚摸着曾经被杖责留下的伤痕，肆无忌惮地大骂：“死得太晚了。”从此之后，宇文赟再也不用夹着尾巴做人，逐渐暴露了他的真面目。新皇继位，对于文武百官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最大的受益人当属柱国随国公杨坚。由于他的女儿杨丽华是太子妃，如今自然是北周皇后。杨家这个外戚在北周的权势再上一个台阶。最愁的人则是宇文邕的五弟齐王宇文宪。登基之后不久，宇文赟就下令卸掉了齐王的兵权，又找来亲信郑义和于志，密谋打算除掉宇文宪，并找来自己的老师宇文孝伯，说道：“公能为朕图齐王，当以齐官相授。你如果能帮我除掉宇文宪，我就把他的官职让你来当。”宇文孝伯听后是连连叩头，苦口婆心的劝谏宇文赟说：“先帝遗诏，不许诛杀骨肉。齐王是陛下的叔叔，功高德茂，社稷重臣。如果陛下乱杀无辜，我还跟着附和，我是为臣不忠，陛下就是不孝啊。”宇文赟见老师如此决绝，此后渐渐与其疏远。随后不久，宇文赟以意图谋逆的罪名将齐王宇文宪缢杀。这位功勋卓著的宗王临死前只说了句“死生有命，宁复图存”，只可惜老母在堂，不能尽孝，徒留遗憾。随后怒摔护板，慷慨赴死。这一天距离宇文邕去世只过去了短短的21天。宇文宪含冤而死，他的母亲齐太妃伤心过度，当场就跟儿子去了。宇文宪的几个儿子和亲信无一幸免，全部被宇文赟处死。杀了叔叔，宇文赟终于体会到了皇权的力量，生活上就更加肆无忌惮，胡作非为。为了不上朝理政他托辞守丧，却违反祖制，将宇文邕草草下葬。葬礼刚结束，他就穿上华丽的衣服，整天跟着妃嫔们在后宫厮混。武帝宫人有美色者，即逼为淫乱，又广建行宫，大兴徭役，广纳美人，充盈后宫，还制定更加严苛的律法。老百姓只要稍微犯点小错，就要面临掉脑袋的危险，搞得北周国内是人心惶惶，怨声载道。宇文赟对自己倒是非常宽待，成天不上朝，带着几个亲信游宴享乐。官员们有要事禀报，都得通过太监代传。
不光是荒废政务，宇文赟对自己父亲留下的一些旧臣更是痛恨已久。王轨曾劝谏周武帝废立太子，宇文赟在上位后的第2年就派遣内史杜潜前去击杀。此时的王轨官至大将军，在徐州当总管，他自知从前批评过宇文赟，肯定会遭到报复。有人劝他早做打算，在淮南起兵以保性命，但王轨为了对得起武帝宇文邕，始终没有造反。可怜这位百战功臣就这样死于非命。王轨死后，宇文孝伯也迎来了死期。宇文赟单独召见宇文孝伯，重提宇文宪的旧事，公知齐王谋反，何以不言？孝伯当即回答：齐王效忠国家，是被冤杀的，臣欲言之，陛下必不用，所以不言。先帝嘱咐微臣要辅佐陛下为尧舜之主，今见而不从，实负先帝故托，以此为罪，是所甘心。宇文赟当着老师的面没有治他的罪，转回头就下诏命人将宇文孝伯赐死。此外，刚刚打败姬胡的宇文神举也因受宠先朝遭到毒手。当时呢，他远在并州，宇文赟特意派人送去一壶毒酒，逼令宇文神举服毒自尽。至此，武帝宇文邕一朝的股肱之臣就这样被新君宇文赟清洗殆尽。不知道是不是受到高湛、高纬父子的启发，继位后的第2年，放飞自我的宇文赟将皇位禅让给了年仅7岁的太子宇文阐。大臣们不敢忤逆，只好任由他将皇口小儿扶上帝位。他这个年轻的太上皇则自称天元皇帝，所住的宫殿则命名为天台，各项规格礼制都要比从前的皇帝高上1倍。此外，他还自称为天，大臣们想要见他一次比见神仙都难，不仅必须连续吃斋3日，还得清身1天。任何人也不能随意使用天高大上这样的称呼，官名但凡有上大的都得改成长，老百姓有谁姓高都得一律改姓姜。除了这些之外，宇文赟颁布的奇怪法令还有一大堆，比如全国的车都必须用1块木头做成的轮子，除了宫里的女人，天下女子一律都不能坐有福车，不准化妆。开心的时候，他就修建佛道2像并坐在自己左右，召集百姓观看杂戏，又好倒悬鸡鸭，找一些碎瓦一并挂在车上。不开心的时候，宇文赟常常无故责罚他人，无论是公卿大臣还是后妃嫔御，看不顺眼就直接天杖伺候，1天杖等于120大板。后来呢，又觉得不过瘾，调整汇率为1天杖等于240大板。由此内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此外，好色贪淫的宇文赟还一口气并立了5位皇后，除先前提到的杨坚之女杨丽华被封为天元皇后，还有宇文阐的生母朱满月被封为天皇后，元胜之女元乐上封为天佑皇后，大将军陈山提的女儿陈月仪被封为天中皇后，被逼奸的人妻尉迟氏封为天左皇后。有关这个尉迟氏啊，还引发了一位大将于阵前反叛，咱们稍后的下一章节就会讲到。简而言之，这位天元皇帝经常早出晚归，带着皇后妃嫔们出宫游玩，路上碰见漂亮的女人就一律采选入宫，没事还喜欢带着皇后们一起骑马，稍微有人骑得慢了就会遭到责罚。每次出游，宇文赟随便一跑就是日驰300里，文武侍卫们赶车驾马，靠2条腿跟在后面，等跑到地方，人早已经累得直不起腰。每到此时，宇文赟都会开怀大笑，引以为乐。那么很快，这位荒唐帝王也终于迎来了他的末日。北周大象元年，宇文赟以老将韦孝宽为帅，携齐国公宇文亮等人南下伐陈。这一仗，北周军队神勇异常，从安陆道攻克皇城。第2年3月，周军凯旋回到豫州。不久，宇文亮得知了一件家门丑事。就在不久前，天元皇帝宇文赟在宫中宴客，便请王公大臣携眷入朝，其中宇文亮的儿媳尉迟氏也位列其中。
这个尉迟氏啊，是蜀国公尉迟迥的孙女，年方15，容貌可人。宇文赟见到尉迟氏之后，色心大起，当天就设计将其灌醉，并于宫中奸污了尉迟氏。宇文亮的儿子宇文温得知老婆受了侮辱，愤然将事情告诉了仍在前线的老爹。盛怒之下，宇文亮决定夺取韦孝宽的兵权，起兵造反。可惜走漏消息，韦孝宽围剿了宇文亮的叛军，宇文亮最终于乱军之中拔剑自刎。消息传回京城，宇文赟毫不迟疑地抄了宇文亮的家，将他的儿子宇文温等人悉数斩杀，唯独留下了尉迟氏，纳入后宫，最初封为长贵妃，后来呢又封为天元左皇后，宠幸无比。宇文赟的结发妻子天元皇后杨丽华性格温和，有容人之量，即便有4位皇后跟她平起平坐，杨丽华也从不嫉妒，反而跟这些皇后相处得十分融洽。有贤妻如此，奈何宇文赟喜怒无常，时常无缘无故对杨丽华发火。有一次盛怒之下，竟然要将其直接赐死，嫔御皆为之叩头求免。杨坚呢，毕竟为官多年，宫中耳目众多，消息很快就传入了杨府。杨丽华的母亲独孤伽罗火速入宫，在殿前叩头流血，宇文赟这才勉强收回成命。除此以外，宇文赟还曾对杨丽华说：“我早晚要族灭你们家。”随后便召杨坚入宫，并命令左右尔等视奸色动，即杀之。杨坚来了以后，神色不动，应对无失，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宇文赟成天胡闹，北周朝政在杨坚的主持下却依然稳固，朝野上下绝大多数人都认可杨坚的能力。宇文赟的敌意来自对杨坚威望地位的忌惮，想要借机敲山震虎，只是这手段实在是太不高明。杨坚心里对此自然也很清楚，不久后呢，他就找到昔日的同窗好友宇文赟身边的近臣郑义，打算让对方替自己找个出番的机会外调。偏巧此时宇文赟有意兴兵伐陈，郑义就借这个由头想让杨坚去扬州当个总管，督办南征军务。宇文赟批准了这项提议，可是恰逢此时杨坚生了足疾，得先治病，便留在京城，没有马上动身。当时的北周正值仲夏，天气极热，宇文赟本想带人前往天兴宫去避暑，到了那里的第2天就突然觉得自己喉咙痛，回宫之后宇文赟很快就病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突发暴病眼看就要活不成，近水楼台的郑义流访意识到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让其他人抢占先机，则很难再掌控朝廷未来的控制权。于是几个人决定请杨坚出来主持大局。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儿，怎么就一下子掉到杨坚头上了呢？我们看周宣帝宇文赟自毁长城，朝中但凡有点资历的，不是被他杀了，就是远在京城之外，已经没有办法挑三拣四。杨坚呢，是皇后的父亲，名位高，资格老，人缘又好。当然对于郑义流访等人而言，还有更重要的一条原因，当时的杨坚为人平庸，没什么本事，这种人来辅政，对于郑义流访会更加有利。可惜千算万算，还是棋差一招，他们谁也没料到杨坚的平庸是装出来的。为了尽量避免天生帝王相引起北周皇帝们的猜忌，杨坚长期以来是小心翼翼，身自会逆，因此百般的掩饰自己。有关杨坚的长相，稍后咱们详细的说。郑义流访等人矫诏宣杨坚入宫侍疾，杨坚一听很害怕，他担心皇帝以此为名杀掉自己，又不能抗旨不遵，只能硬着头皮进宫。当郑义流访把心中所想和对杨坚和盘托出的时候，杨坚毫无思想准备，毕竟几天前还在想外调保命，现在听了对方的想法，想让自己辅政，他害怕有诈，于是坚持不受，连说不行不行，这我可干不了。一看杨坚态度坚决，郑义等人当下有点急了。流访更是直言：公若为，速为之，不为，访自为也。你要干就抓紧，你要不干我就自己干了。旁边有一位名叫柳球的也说：时不可再，机不可失，今事已然，已早定大计，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如更迁言，恐疑后悔。这番话让杨坚心里为之一动。
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缘，失去了就再也不会有了。更何况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容不得杨坚置身事外，全身而退。柳球说的没有错，老天给你的你不要，可就要反受其害了。于是杨坚见他们情急意真，终于下定决心说道：公等有意，坚敢不从。既然如此，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此时的宇文赟早已不省人事，没多久就死在了天台，年仅22岁。自此，强大的北周政权硬是被这位坑爹的帝王搞成了外戚干政的局面，也使得北周政权更加风雨飘摇，没了定论。绕了一大圈，终于说回到杨坚本人。视频的开头咱们有所交代，杨坚的乳名纳罗延为女尼智仙所起，在梵语中意为金刚不坏。杨坚的长相很是奇特，史书记载其弟龙汉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纹在手曰王，长上短下，沉深严重。说这杨坚长着很长的大下巴，额头上有5个隆起的部分灌入头顶，目光犀利，咄咄逼人，不怒自威，上身长下身短，掌心纹路宛若一个王字。这长相放到现在估计都会觉得难看，可是在古代却认为这是标准的帝王之相。杨坚长到16岁，周文帝宇文泰见到他后感到惊奇，曾感叹此儿风骨，非世间人。到了周明帝宇文毓继位，杨坚获封小宗伯、大兴郡公。宇文毓曾特意派遣擅长相术的来纥给杨坚看相。来纥过后呢，谎称不过柱国，那意思是杨坚的面相最多也就当个柱国。可私下呢，他却对杨坚说：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说你将来有登基称帝的命数，必须大兴杀戮而后平定天下。宇文护当权时曾有意笼络杨坚，杨坚的父亲杨忠告诫他，两孤之间难为父，劝他尽可能保持中立，以求明哲保身。宇文宪呢，也曾对周武帝说：普六如奸相貌，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幸亏当时的这个宇文邕没有太在意，只说了句：此只可为将耳。到了周宣帝宇文赟驾崩，由于没有遗诏，于是流访正义，密不发丧，矫诏以杨坚为总之中外兵马，控制朝廷。大襄2年5月23，杨坚等人见大局已定，正式发丧。此时距离宇文赟去世已经过去了12天。小皇帝宇文阐入居天台，大赦天下。3天后，尊杨丽华为皇太后，宇文阐的生母朱满月被尊为帝太后，其余3位皇后则全部出宫为尼。杨坚晋封左大丞相贾黄钺，为避免太过高调遭人诟病，杨坚还选择了宇文赟的同母弟汉王宇文赞为上柱国右大丞相，与自己并列辅政。至于其他王侯宗室，则全部被挡在了朝堂之外。此时的杨坚已经不必再像过去一样低调隐忍，逐渐显露出了他篡权夺位的野心。当初认为他为人平庸没什么本事的正义流坊，也很快被边缘化，不受重用。早些时候被宇文赟打发到京城外的5位宗王，需要妥善处理，以防日后生变。杨坚挟天子以令诸侯，将5王召还京城，随后罗织罪名，逐一除掉。此时更大的反对力量来自于地方上的将军。相州总管尉迟迥率先发兵直扑长安，想要匡扶周氏。杨坚呢，派出老将韦孝宽平叛，尉迟迥兵败自尽。云州总管司马萧难和益州总管王谦起兵响应尉迟迥，但是很快也都被平定。司马萧难投了南陈，王谦兵败被杀。尉迟迥死后，杨坚对邺城是痛下杀手，将所有叛军全部斩杀于漳水南岸的游豫园。根据唐代的典籍记载，这次虽然没有明确的死亡人数，但足以称得上是血腥屠杀。漳水河中尸体无数，致使河水不流，河面被鲜血足足染红了1个多月。据说游豫园此后每到半夜就会传出凄厉的惨叫声，迫使1年之后杨坚在此修建了座大慈寺，用以超度亡灵。另外，杨坚还将相州和邺城的百姓全部南迁，邺城中的城墙建筑全部被毁。这座曾经名震南北朝的6朝古都就这样彻底成了一处荒地。
在一片大好的形势下，杨坚加快了他称帝的脚步。公元581年农历2月，周敬帝被迫禅位，杨坚称帝，国号大隋，改元开皇，大赦天下。立国25年的北周自此灭亡。不久后，杨坚下令将北周太祖宇文泰之后的所有晋之宗室不分老幼全部诛杀殆尽。可惜宇文泰、宇文邕父子2人英明神武，后世子孙却纷纷惨遭毒手。半壁江山轮流坐，你方唱罢我登场。杨坚以隋代周，改天换地，靠的仅仅是运气吗？历史有其偶然，更有其必然。如果仅凭运气，杨坚不可能走远。最合理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杨坚3者兼具。民族融合一直是北朝普遍存在的最大矛盾。北周从宇文泰时期开始呢，加以改善，矛盾得以大大缓解淡化。到杨坚这个时候，以汉文化为主导的民族大融合已经足以推动历史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这些咱们在之前讲高欢、宇文泰以及北齐几位皇帝的视频中都有涉及，这里不做赘述。那么北周气数将尽，皇帝昏庸无道，给你皇位你坐不稳，坐不稳就换个人来做，这就是杨坚的天时。杨坚的父亲杨忠以及他的岳父独孤信都是出自武川，北周的奠基人宇文泰也是来自武川，都是老乡。独孤信和宇文泰呢还是发小。这种基于地缘上的认同，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后来的8柱国12大将军乃至关陇贵族集团。那么关陇集团这一特殊政治团体，直接孕育了北周、隋、唐3个朝代的皇族和高层，而关陇呢，正是杨坚的发祥地。咱们再来看看杨坚的人和。周宣帝宇文赟暴崩，杨坚辅政，并州总管李牧呢是当时关陇集团的代表。杨坚想要拉拢他，专门派李牧的儿子李浑前去做思想工作。李牧思虑再三，最后决定支持杨坚。他说：“周德积衰，迂志共息，天时若此，吾岂能为天？宇文氏气数已尽，我岂能违背天意呢？”于是让儿子李浑返回长安，献给杨坚一把熨斗和一条13环金带。熨斗象征着李牧希望杨坚能够运安天下，13环金带是天子之物，李牧以此表明心迹，希望杨坚能够早登帝位。李牧是北周开国元老，他的依附使得大多数老臣选择站在了杨坚这边。周武帝时期呢，禁佛禁道在很大程度上有失民心。杨坚上位以后宣布取消禁令，此外他还下令恢复汉姓，清简苛政，宽大为本，因此深得民心。再加上他获得了大才子李德林、负责宫廷数位的卢贲以及天下第一谋士高炯的支持，占尽天时地利人和，让杨坚最终得以顺利且快速的以隋代周。从周武帝去世到隋朝建立，不过短短3年的时间。假设宇文邕的寿命能再长一点，或者他的儿子宇文赟没那么倒行逆施，那么或许历史就可以改写了。然而历史终究是没法假设的，宇文氏最终还是丢了江山。感谢您收看本期视频，这里是烽火照东南，悠悠南北朝的第22期。南北朝的故事还有最后一期就要终结，欲知杨坚如何用3个月的时间平定南陈，后主陈叔宝有哪些精彩的故事，且听下回分解。